Are you ready? 没有声音有没有？没有声音。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我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又回来这个 Lotus， 阿信你在哪里？阿信没有看到你的。所谓早起的鸟儿被虫吃啊，不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阿信一定是还没有起床的，对吧？今天我要拍什么车呢？这辆 Fully Electric Car 纯电动车 BMW iX3。在我这个影片呢，你会很少看到有电动车的出现啊。我只是试驾过一次那个 Volvo 的 XC40， 也是一个纯电动车，但是那个动力呢就吓到我。它的车比较小辆啦，它又有四驱啦，感觉真的是太吓人了。那个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试驾电动车吧，是真的很爽的。但是你know就是没有那种换挡的感觉啦，就是一踩下去就来不了了。去看看这辆车啦。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iX3 呢是全中国组装然后进口的，也就是说 CBU from China。这辆车总共有2个等级啦，一个是 Sport Inspiring， 还有 Sport Impressive， 2个的价格差异几十千，里面就是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轮圈啦，然后得到 Harman Kardon 的音响啦，然后就是有那种一踩完油啊会有那种声音啊出来的，那个是在 Sport Impressive 才有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Sport Inspiring 呢可以算是它的低配版这样子。这辆车是一个 based on X3。所以你看到外形整个其实是 X3 来的，所以 X3 呢有卖这一个汽油版啊，有 Plug-in Hybrid 啦，然后这个是纯电动车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轮圈，这轮圈呢是一个19寸，如果你买到最高配那个是20寸 Yokohama Advanced Sport 的轮胎，前面是2550R19，还有一个 4-port 的 caliper， 后面这里呢是一个2550R19的轮胎，也是一样19寸哦，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 Single Port 刹车卡钳，普通的前面的车的那种尺寸是吧？这个 SUV 的高度不需要讲，但是这个样子 Electronic Damper， 也就是说，当你切换到任何的模式的话呢，它就会硬还是软这样子。这辆车因为它是一个汽油版本的车，改造为一个电动车，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 Charging Port。那么这里有2个盖，这个 AC 呢就是普通插电模式啊，如果充满的话，大概是要7到8个小时左右。这个 DC 快充大概150万呢，从0到88%只需要大概32分钟就可以搞定。说真的。纯电动车，你要我说什么？你要说它吃不吃油、吃不吃电，还是你要说它的那个动力？这辆车286匹马力，还有400个牛顿米，400个牛顿米什么概念 ，bro？ 一踩就来，是不是？而且不耗油，根本是不用油，是吧？后面这里呢，一般上 SUV 有的哈，遮阳板、Power Socket、挂钩。这里就是一些 fuse 啊，椅背可以做倾倒 ，SUV 应该要的。整个后箱空间510公升，下面有电箱，所以就占了它的这个空间，所以就没有 spare tire， 下面都是电箱，对吧？然后这里就有一些工具啊 ，tire repair kit 啊 ，first aid kit 啊，对吧？都在这儿。电动尾门哈 ，OK。因为这辆车是没有 exhaust 没有排气管，所以他就把这里就涂了一个蓝色的，让你知道这辆车是一个纯电动车，左右都有哈。这辆车呢是一个后驱车，它不是所谓的四驱啊，可能会驾起来会比较危险一点。你要知道400个牛顿米的 torque， 其实里面内饰呢跟普通的 X3 是一样的。这边其实有一个拉杆的拉，调整这里的椅背，所以你可以做倾倒之外，你也是可以。调整它的倾斜角度哈，还有 ISOFIX。如果你觉得太直的话，只要拉一拉，躺下去，这是我最斜的角度，哇，非常的好。有含湿灯哦，原来关进来 X 标志，大概剩下1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大概2个拳头。这里有中央扶手，这个中央扶手至少比较高，有 cup holders， 还可以置放一些东西在这里。后面有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哈。这个是 Tri Zone， 电动调整座椅 ，Lumbar Support， 都，储物空间蛮小哈。坐起来的椅子呢，跟330i 是一样的哈，就是欧洲车的感觉啦，比较偏硬一点点啦，然后包覆性非常的好，因为它是类似像 M Sport 的那一种，腰部支撑呢，跟腿部支撑这边都很足够，可以用手动来调整。如果你觉得不足够的话，
类似像无边框的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哈。看一下这个洞是不是真的哈，假的，装饰用。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引擎盖，因为这辆车是没有引擎的，相信它前面应该是放东西的。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Surprise！ 为什么它没有的给我们放东西的？我试驾过的 XC40呢，至少有留一个洞哈，让你可以放一些 charging cable 啊等等的。那这辆车完全就是盖起来。这辆车是没有引擎，所以不用换机油啊，只是一个电动马达，你知道吗？其实电动马达应该也不会很大，所以这些空间我也不晓得是放了什么东西。这个他叫我们不要去触碰哦，因为应该是风扇底下，这里是比较热的地方。雨刷的水这边加，没有错的话，这个就是刹车油。喂，很轻一下哦。好。 因为这辆车不是汽油版本，所以这里是没有进风口。怎么去认它是 EV 车呢？就是这样子看的啦。那这辆车有一个比较可惜一点啦，只要我的人一下车了之后呢，它的冷气就不会再运作，所以我的人要在车上，还有钥匙要在车上，那冷气才会运作。内饰来讲呢，跟普通的汽油车是一样的，是有电动座椅啦，背部支撑的调整一样的，有一个刹车，还有一个油门，风琴式踏板，我个人的最爱。 一样啊，这些开灯关灯都是在这里啊。内饰的亮度调整，还有就是 parking 灯啊，这样子。这个 parking 灯呢，给你们知道一下哈，就是在欧洲人是非常的流行。当你停车了之后，你按上这个右边，这个是左边嘛，对不对？你按上了这个之后呢，它就亮一边的 daylight 还有尾灯，就让人家知道哦，你的车是停在这边。因为外国有雾嘛，马来西亚就比较少嘛。这个对于外国一些有下雪的地方的话，非常的好用，就让路边的人知道前方是有车在停着 parking 着的哈。有2组的记忆座位。 必须要关门哦，电呢才可以运作。我们就 start， 它 start 车就有那种有没有？哦，那个声音就让你知道哦，你的 engine 是 start 了。这是 engine 哈，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它还有 Apple CarPlay， 通常你买普通的 BMW 呢，那个 Apple CarPlay 是要付钱的，是吧？大概1000多块啦。但是在这个 iX3 呢 ，free。这辆车由于是没有变速箱，但是有惯性的 BMW 的挡挂，还有你要按着这个按钮去 D、N、R。如果你下山还是什么呢，推到去 B。这个 B 呢，等一下我会示范，非常的好用，基本上是不用刹车的，它直接你推到去 B 呢，它就好像帮你刹车刹到0的位置。P 还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Auto Hold。Eco Pro、Comfort 还有 Sport 的模式 ，Traction Control Off。那这个 iDrive 呢，我应该不用介绍太多。这个 iDrive 很多东西可以去用。你看啊，还有 Park Assist 啦、Reverse Assist 啦、Reverse Camera 啦。但是如果是要360度 Camera 呢，买到最高配才有的。Vehicle Status， 你可以看到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有什么问题都会在这里说啦。最主要是还有 Sport Display 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上山的时候可以开这个啦。内饰呢跟330i 差不多的，这些操作，方向盘也是跟330i 一样，还有 Sport。 就少了一个 Pedal Shift， 还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还有 Limit， 还有一个天窗。可以关一半哦，这就是这边开，后面就关了，对吧？现在不热的时候呢，打开应该 OK 的。看一下这个全景天窗是不是可以完全打开哈？哦，只有前面而已啦。上车吧。 Edmund， 你好，嗨，你好。如果你们想要买任何的 BMW 车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系 Edmund。你联系他报上我的 address 名字的话，都完全没有折扣。谢谢各位。现在的车款的话，有现货应该都是汽油车比较多吧？对，这也是有一点点了。现在机量有机，因为它是中国进口嘛，不是这边本地组装，所以就电车的话，还是有人会买哦。没有想到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 sales 这么好哦，很多电车都在街上出现，所以可见马来西亚有钱人也是蛮多的。说真的。 这辆车是有无线充电，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今天呢就会放一个全新的角度，因为这辆车有天窗，不用把 camera 放在头上啊。因为很多人 complain 啊，很晕啊，因为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哦 OK， 有些人觉得会晕哈。那首先呢，一上车的第一点就是这辆车的它的那个安全带哦，就好像 Mercedes-Benz 一样，一上车你一系了之后呢，它就会拉紧你一下，哦，那感觉。 满满的安全感有没有？然后加上去呢，一踩油那一刹那，它不会给你很暴力啦，就慢慢的、顺顺的踩啦。然后因为现在我先用 Eco Pro 吧 ，Eco Pro 的油门没有这么冲。如果你是女人的话呢，我觉得一上车加 Eco Pro， 先熟悉一下这辆车的油门，虽然它不是很冲，你要踩的完了之后，它才会冲出去的感觉啊。然后整个方向盘的感觉呢，就好像我在驾这330i 一样啦。330i 的 G20 哈，它就。
较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在驾着那种 simulator 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 F30呢还是比较好驾的，越新的东西用的科技越不一样嘛。如果喜欢驾驶乐趣的人讲呢，他们还是比较 prefer 那种路面的回馈的感觉出来这样车的刹车我还是不是很习惯，因为头段一踩下去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你要再踩深一点，它的那个感觉才会来。这个有如我在驾着日本车的时候可能这辆车重的关系吧，5年的 warranty battery 8年。起步的时候松开刹车那一刹那，它就会像一般的车这样子就慢慢冲出去咯。那 EcoPro 的油门真的是的确要踩得比较深的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啦。如果今天有300千左右的这个预算你会不会买这个纯电动车？如果我说，如果你是 KL 人的话，你经常在 KL 上班下班载孩子或者是去偶尔打一下球基本上是 OK 的，因为在 KL 里面呢，很多地方都有的充电比如说万五达玛啦、Mid Valley 啦，或者是 Pavilion基本上都有的充电。家里也是可以嘛，反正7个小时就可以充完了的嘛。如果是 fast charging of course 啦，32分钟0到80%。但是如果你是有经常出远途的话，那这辆车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曾经在 TikTok 看到那些驾 Tesla 的，他们驾到去宽蛋还是什么那些地方他们就很急着要找 charging station， 而且是没有。然后去到酒店的话，酒店又不让他们 charge 所以而且他们 charge 满的话要24小时那种去 Blim Park， 所以有一点然后如果你在 KL 的话呢 ，Edmund 有跟我讲这种车电动车在 KL 的话呢，市区行驶反而更省电。如果你是经常上高速的话呢，很耗电，是真的。而且我觉得这种电动车在这种市区驾驶的时候很轻快、很轻松，而且又很安静，你完全不会听到有任何的引擎声这样子，你只是听到一些胎噪这样子而已啦。OK， 很定。这种高速刹车的时候就 feel 到 OK 啦。如果低速刹车的话，你要很难把它开得很舒服。那我推到去 B， 我的脚是离开刹车的，它就好像在帮你拉着这样子好像有人在帮你踩刹车的，会越来越慢，直到0的为止。有一点东西玩虽然他们有的玩什么加减pedal shift 啦，然后你看不到这辆车有多少千转因为它没有引擎但是哎呦很晒no， 这个就是看 kilowatt。其实我讲真的，我不会看 kilowatt 的。他讲什么还有多少个 watt 是它的电量嘛，我不会看，我直接看 mAh 那我们看惯手机的嘛。这个电车的未来趋势呢，就是以后看它是怎么去搞啦。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有在建立一些充电站，但是我觉得充电还是不比我们打油快，真的。你充电的话，可能充一辆车要有些车要1个小时啦，我就说1个小时就好了。你要去Penang或者去 Johor， 你都要预算，可能中间你要知道哪里有的打电然后你去到哪一个酒店到底有没有充电站，你现在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策划，而不是说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是 EV 车很难做到的东西。你出门前你必须要把它180先充满电它不像车你的车今天没有油OK 咯，我去一个油站添个油，5分钟里面搞定的事情除非你带power bank 出门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power bank给车的发电机然后充电所以以后电车有没有下设棒是应该是有啦吧，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未来趋势会是怎么样，真的想象不到。当你开过电车的人呢，你会觉得油的车都是没有 torque 的，我这样随便踩一点油，你看它的速度有没有？所以很快的，我去到前面我就要刹车，因为它速度真的是很快。在我刹车的时候，当然它是会有进行一些充电然后其实它的右边那个还们，这是看它的什么水温对，那个 coolant for 那个 electric motor。它也是要看有没有 overheat 啦，这样子。左边这个就是看它的电量还是要多少。所以现在 range 来讲可以走299 km 啦。如果以后的车有能做得到像中国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换电箱。你需要可能一些充电站在 highway 就直接当场立马的帮你换一个电箱，我觉得会比较方便比较快。马来西亚国家大，它不像香港或者是新加坡他们只需要小地方城市价，这个车是 OK 的。那马来西亚因为从Johor到Penang大概全程900多公里那个 highway。OK， 我们直接上 Sport 了好不好？不然会被吓到人。好，我们后面就有 Jonathan那这辆车有什么 Lane Keep Assist 那些的我就没有开，我完全关到完，安全配备是很齐全说真的。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
Are you ready? Ooh. 没有声音有没有？没有声音。哇，那个车景很大一下。放心，这辆车的最高极限只有180，不能再去了。你看我已经183，已经踩到完了哦。很定，这辆车真的很定。我已经踩到完了，所以 ，you know，My V 也可以快过我，哎，还是输给 My V。No，No bro，please look at your mirror bro，Thank you bro。真的，你一去到180那一刹那，它是完全没有力掉的这辆车，整个完全就是软下来的，就好像普通我们的车那一种 speed limiter 啊，一到一个时速，它就马上慢下来。整辆车基本上是 X3 来的啦，所以它的侧倾都会比较严重，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常开 SUV 啊？你在那种不平的马路或者是在高速的时候呢，它是车身会左右这样晃动哦。我开 CX5 19寸的 2.5， 我加 GLC 250，他们也是这样。除非你是卡宴啊，卡宴真的是不一样哦，卡宴这辆车还没有那么严重，还 OK 的。就是说你过弯的时候，你真的是在 family 啊，在家庭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为了考量到他们的舒适呢，还是动作还是不要那么大哦。因为这辆车是后驱车哦，所以毕竟那个，等下我抓它去比啊，毕竟那个会怕啊，那个后驱会不会甩尾什么，基本上它的扭力是非常大。但是我们刚刚在0到100的话，你不会发现到那个尾巴很不听话，在那边像 M3 那种啊 ，OK 啦，出发。但是这个 B mode 哦。很好用，真的，我蛮喜欢这个 B mode 的。它就是基本上下山的时候就为了它充电哦，所以我们现在上山的时候会耗电，但是等一下我们下回来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充电嘛。对，应该都是平衡回来的哈，没有压力的。我在这个 highway 不用没有力，然后降档什么，然后再turbo什么的 lag 什么都没有哦，力一直有，一直给你。我是轻轻这样垫在那个油门上面，然后我就不知不觉我在140这样了。加这个车很容易超速，所以为什么要 limit 在180就是这样子。来135过这个弯，140 ，OK 吗 ，John？ 后面还蛮定哈，一定是。我相信的话，如果是整辆车像 iX 有没有，整个是为它而设计这个纯电动车的，可能它缺陷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把那个重量啊，那个电池重量放得很好，但是因为这辆车毕竟是一个 X3， 所以它就把 X3 的整个造构啊，把引擎拿掉，换成了一个 EV 哈，所以毕竟它的车身的话，会可能重量分配比呢没有像 iX 来得好，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我只是听到这边有一点少许的小风声跟胎噪，而且这个基本上这个胎噪也是蛮安静的，它不会太吵哦。B mode 还是要我做刹车，这 B mode 是很不错用的。OK， 等一下上山的话，我应该只用2个模式，一个是 B， 一个是 D， 就这样子而已。OK， 继续踩完，它的 torque 没有去到400哦，可能是低速的话才有400个 torque 给你。对，现在都是靠马力来行驶。哇，那个侧倾很大，我不敢把那个方向盘摆得很陡。这辆车不轻，感觉到真的不轻，然后会有一点灵敏度比较差了一点，不轻。哇，那个body roll蛮多一下，啊，你还是感觉得到，还是可以抓得住地的啦。
如果是要出去外面充电是不是要拿一个 BMW 那种充电卡，像 plug-in hybrid 这样？不是，现在全部用 Apps 了。用 Apps 用啦。 Apps 了，对。所以也是要每一年要还钱的，还是吗？还是？对没有，你每一次 charge 的时候，它会直接算钱。用 Apps 啊。对。plug-in hybrid 也是这样了是吧？plug-in hybrid 是用 Wallbox。我觉得 plug-in hybrid 在现在的马来西亚来讲会还是比较 practical 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要靠走远路的人对，就算没有电的话，我们可以用它的油，没有错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马来西亚，哇，这个方向盘很精准我要给多少巴仙就多少巴仙，就是说因为这辆车很重，真的，它的那个摩的路也是蛮多的。比较反应来的慢一点，它不像我们经常驾那种短尾车或者是低的车车头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车头我先摆动，后面在0.5秒之后它才来跟着反应，所以要习惯，真的要习惯 SUV。Alright 好吧，这个影片 Part 1就到这边。Adrian Channel 的第一个纯电动车上云顶的 video 就是在 Part 2，所以还等什么？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Part 2呢，这辆车纯电动车上山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因为电动车你想看上山的影片真的是很少，虽然是未来趋势了哈。好，国王来了，嗨，高万 ，long time no see，高万，感谢 Evan，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好吧？纯电动车准备上山了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Goodbye。